生育权是世界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行动纲领明确规定，计划生育方案的目标必须使夫妇和个人能自由和负责任地决定其生育数量和生育间隔，不应采用任何形式的强迫形式。政府不应以指标或配额方式强迫推行计划生育，但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之下，生几个孩子始终都是中共的政策目标，任何破坏政策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打击，民众不掌握任何自主生育的权利。从1979年开始，只允许生一胎的极端计划生育政策持续实施了36年。我们先来看看，在这36年里，北京当局几个地方对于一胎化政策的宣传。由于长期的一胎化政策对于中国人口的出生率、老龄化、劳动力萎缩等因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到了2015年年底，北京当局开始开放二胎政策，也就是允许生第二个孩子。到了2021年，又开放了一对夫妻可以允许生第三胎的政策。讽刺的是，即使放开了生二胎、生三胎的政策，包括对于未婚人士的行政催婚、催产行为，仍然是由政府体系强制主导的，都带有强制性的色彩，都是一胎化政策的延伸。中国人仍未掌握真正的生育权利。我们再来看看当前北京当局几个地方对于生育政策的宣传。上述这两种极端的、完全对立的生育政策凸显了中国当前的人口困境。但是，和前几十年相比，国家催婚、催生的政策引导和主流宣传好像没有那么有效了。当前中国年轻的一代不但拒绝生孩子，连结婚都很抗拒。我们先来听听一位经历过一胎化政策的民众所讲的话。家人们，刚刚我开车经过了一个村庄，看到了一个墙上写的一个横幅，内容大致的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多生育，说3胎才能保证养老。哼，你们觉得讽刺不？大家还记得以前的口号吗？计划生育好，计划生育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哼，没想到这才过去多少年呢？我们一代人刚接受了晚生少育的概念，这又逼着我们要改过来了。70、80后的人应该都经历过计划生育吧，也见识了当时这个计划生育的威力吧。哎，只要你敢超生，家里边有牲口的，牲口给你牵走；没有牲口的，粮食给你带走；家徒四壁的，把你这个房子给你推倒。可是现在呢，才过去多少年呢？想一想，真的是挺讽刺的。可能我说这一些岁数小的，可能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可以问一问当时经历过这些的人，你就知道当时那个计划生育有多么的风光了。那个时候，计划生育的标语覆盖了全国各地呀。但凡比较显眼的地方，哎，那个墙上都写着计划生育的这个标语。说什么男孩女孩一样强，长大都能当栋梁，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助来养老。哎，这个口号一喊就是几十年。但是没想到现在这个画风突然转变了，现在这个口号变成了什么？说什么独生子女孤独终老，3个孩子才刚刚过好。但是你发现没有，也就这个口号喊得响，没有几个人买他的账啊。主要还是什么？方向不对呀。现在主要的原因不是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你喊那个口号就能解决实际问题吗？你看看现在年轻人口中比较流行的几句话是什么？什么我光棍我光荣，不碰房贷不碰车贷，活得自由自在。说什么以后我老了，小病我就扛，大病我自己见阎王。你想想这些话多么的可怜。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没办法呀，这个社会压力太大了。所以仅凭那么一个横幅就可以把这个尖锐的问题解决吗？2月8日，中共民政部发布了最新民政统计数据，显示在2023年以前，中国结婚登记数已持续下跌多年。2013年顶峰时期曾达到1346.9万对，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2年后又跌破800万，2022年更是降至683.5万。到了2024年，只有616万对，
与2023年相比，下降幅度超过20%。那么，中国年轻人不婚不育到底有哪些深层原因？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一、高昂的经济成本成为婚育阻力。经济压力是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的最直接因素。当前，结婚和养育孩子的成本已经远超过去。来听听这些年轻人的真实想法。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今年的这个单身人数大概会超过3个亿。专家说要彻查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具体原因。还查什么呀？有什么好查的？不要浪费那人力物力财力了。我来告诉你为啥不结婚不生孩子。穷。作为一只98年的虎，来我采访一下自己，如果结婚国家给我发钱的话，那我立刻马上我结婚，我现在找个女人，我领证去。我看个数据，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孩子都是自私的表现。说这话的人你他妈屁味挺大呀！你给他50万存款，再加一套没有贷款的房子，你看他生不生？这点工资养活自己都得靠网贷、裸贷、消费贷，更别提什么车贷、房贷、传宗接代。想拥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得先拥有多少东西，你知道吗？网友说，想结婚你得有时间，你得有钱，你得有事业，你得防着职场还要躲着要算计你的人，还得保证妻子、丈夫能够对婚姻忠诚等等。你需要妻子和父母之间的各种矛盾，还得盼着自己的孩子在中国这个混乱的社会里能安全长大，这是多难的事，哪件事容易啊？有些人批评年轻人躺平不上进，其实他们是对未来感到恐惧，害怕经济上没有依靠，害怕另一半对情感不忠等等。年轻人认为，既然落水的人越挣扎死得越快，那一时得不到的东西，我干脆就不要了，这能叫自私吗？谁不想给老爹、老妈、老婆、孩子更好的生活和享受啊？二、工作压力与内卷现象严重，没有希望。中国的职场竞争日趋激烈，许多年轻人被迫在高压的环境中长时间工作，导致他们无暇考虑婚姻和生育。很多年轻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任何的一个朝代从来没有像现代，年轻人都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你肯定得说为什么？为什么呀？因为年轻人看不到未来，没有希望。你哪怕今天还有工作，明天你也可能失业。今天这个公司可能运转，明天它就有可能倒闭。也就是说，今天是今天，明天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你看不见希望的时候，你还会结婚生孩子吗？你以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不喜欢幸福吗？现在的问题是一个男人挣的钱他不够养家，普通人的工资就挣那么个3000、5000的，他够吗？够吗？再有房贷，再有车贷，再有这个下一代的养育，他根本就不够。你们看看现在有多少人是负债的，有存款的有多少？现在的人被房贷、车贷、下一代压得喘不过气来。如果说过自己的日子还能凑合，一旦拉家脱口的，根本就养不起。一个男人挣的钱他养不了家。你得说呀，那媳妇儿是干啥的呀？要不要生孩子？这个孩子要不要管？2个大人可以不花钱，你的孩子要花钱吧？所以说他不是说他们不想结婚，他们是不敢结，结不起，养不起，是真养不起呀。三、今天的中国婚姻观念已经转变。随着社会发展和个人意识的觉醒，许多年轻人开始质疑传统婚姻制度的必要性，认为单身生活可能更自由、更轻松，也没有必要去为他人负责。不结婚会怎么样？不结婚就不结婚呗。我今年37岁，我就是从特别底层出来的人。我单亲，我考了一个非常好的大学。说实话，我的收入应该比你们都多的不少，但是我为什么没有结婚？其中2个原因。第一个，我对整个世界我是失望的。第二，我对婚姻我是失望的。我们这种不结婚的人一点都不自私，因为我们不想害别人，我们内心都没有力量，我们都没有被这个世界爱过，我们也不会去爱别人，我们怎么可能在内心非常无力的时候再去为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人去负责呢？为自己的孩子负责呢？网友直言，他觉得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是不乱结婚、不乱生孩子。网上说，什么样的人可以谈恋爱？什么样的人可以去结婚生孩子呢？就是当你内心不缺爱的时候，你才配谈恋爱；当你不期待别人的时候，你的婚姻才会美满；当你有钱的时候，你的一切都会顺利。最怕什么呢？你自己混的啥也不是，你内心也非常脆弱，你也没有爱，你自己没钱，你想指望孩子成龙成凤，然后未来给你一个好的生活，会很痛苦的。4、可怕的彩礼文化。中国各地基本都有一个结婚的习俗，就是男方要在婚前给女方准备房产或者一定数额的存款等，
收彩礼的文化让很多年轻人对婚姻望而却步。不结婚不生孩子真的不能怪年轻人啊，怪我们这个社会现在的文化它出现了一些偏差。都同样是人，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男孩子就要给女孩子什么买房买车，谁告诉你一定要买房啊？两个人共同努力，有钱买一个房子就可以了。现在的要求是什么？一结婚你必须给我一个房，你不给我买房我就不跟你结婚，把彩礼作为了一个揽财的手段。娶你的女儿一定我要给你拿100万50万20万，彩礼啊就是一个意思，表达对你的尊重，表达对父母的感谢，特别是把房子作为结婚的一个前提，不管是男的对女的啊，都是一种负担。这种文化如果说得不到扭转的话，中国的婚姻可能真的要崩溃。总的来说，把这个不结婚啊、不生孩子都归在年轻人的身上，我是极度不赞成的。最后来看看一位博主发的视频，他说2025年全中国最可笑话就是一位律师的说法，如果不婚不育，将来的财产全部归国家所有。这才刚开年，今年第一个一本正经的笑话来了。来看视频。不婚不育的90后、00后，以后你们的财产将归国家所有。真不是我吓唬你，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而这些人当中又有很大一部分人是独生子女。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你们七老八十了，大概率你的长辈们也已经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财产没有遗嘱和可赠与的人，那么你的财产在无人继承的情况下将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如果你生前是集体所有制组织成员的，归所在集体所有制的组织所有。所以你们还会坚持不婚不育吗？看着貌似一个正儿八经的律师，90后、00后你都敢威胁，看看他们是怎么戳你的肺管子。你凭啥会觉得我有财产花不完我会舍得去死吗？对，你放心，我会留一笔大额的负债给你们，绝对一笔都不会带走。我要是能有遗产，我他娘的还会不婚不育吗？下面这句话最狠，第一次见拿我没有的东西来威胁我，告诉你我唯一的遗产就是遗体，你想要你就拿走，正好省得了墓地钱。我就说啊，你放着好好的班不上，干嘛非得要招惹这能怼天能怼地的90和00后啊？另一位叫阿白的博主更好笑，他说自己不结婚不生孩子，也没有保险和退休金，将来老了就去犯法坐牢，让国家给自己养老。有人不是说吗？你不结婚不生孩子，以后老了怎么办？哎，我就今天突然有这么一个思路，你们帮我判断判断，这算不算是一个无解的阳谋？这个思路能不能走哈？就是我现在不是30出头嘛，没对象，没结婚，没孩子，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然后也没有交什么社保之类的，就是那种养老保险啊。然后呢，我现在也挺适应过这种一个人的这种生活的。你说我如果将来把我母亲伺候的送走之后，我没有什么收入，没钱花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犯点小错误，然后把我自己送进去，让咱们大家长养我呢？就是给我养老，我就买本那个什么刑法，哎，我就研究研究哪一条我是能干的，然后判多长时间，到了时间呢，我再出来之后呢，我再犯，哎，我再把自己送进去，那我这是不是以后就可以解决我的养老问题了？我在里头反正也有人管我，有人给我口吃，有人给我住，我也不用操心的出去挣钱呀，还有什么人际关系啦，我也对什么自由不自由的不太向往，因为我特别喜欢过这种孤独，就是一个人的这种生活。反正你看我这瘦的跟小鸡崽似的，我也吃不了多少，好养活。我还听说里面又教人手工，什么刺绣、缝纫之类的，一日3餐又清淡又健康，作息又规律，还挺让人心动的呢。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您订阅、点赞，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